朋友们好，我是大秃子。现在我在新图桥，然后去往康宁的路上。这边你们也看到了啊，堵车很严重。现在我连折多山还没看见呢，先看到的是堵车。然后我刚才问了一下，上面堵车的原因是因为折多山，但是具体是啥他也说不上来。我感觉还是因为车流量太大了啊，人太多了。现在暑假嘛，正好，好多人带着孩子想去西藏玩。哎呦，此生必驾一把318，结果堵这儿了。其实进藏的路线有好多条啊。个人比较推荐的是从青海走玉树，走214那边过来，那边那个人真的特别少啊，没有这么多车，也没有这么多人。再就是109，就是整个这个318，因为我们这次是从芒康214转到芒康那么过来的，然后在芒康那边就开始小堵，到了巴塘又堵，理塘这边还堵。我感觉这一路过来堵车最严重的就是新图桥这一块。这个季节是旅游的旺季啊，堵车太严重了，没办法。318的这个路是特别窄的啊，双向两车道，它连个自行车道都没有。因为这边的山路比较多现在是雨季，发生泥石流啊、塌方啊还是比较频繁的。从山上往下掉石头是经常的事儿。我这个车幸亏上面有一个那个车顶行李架一个大木板子它给我挡着了。我给你看一眼，看到没有？我这个车顶上面有个大木板我自己做的一个车顶行李架，然后它这个车顶行李架给我挡着，挡了好几块石头，就能听见咣当咣当往上面砸。如果说你现在打算来西藏，但是你还没有出门我劝你们不要选择现在这个季节来，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9月1号以后咱这个学生开学了，然后这边的游客就会减少了，而且雨季也会过去。雨季过去以后，那边你再来看这边的风景会更漂亮。现在的然乌湖一塌糊涂，就是一潭大浑水。然乌湖本来不是那个样的就是说，要是你不是雨季来的话，那个然乌湖还是很漂亮。现在这个318这条路应该是正在加宽，但是我这次没赶上这个路还是在堵。然后看到了一些这个干土建的工人，咱们过去采访。因为大秃子以前干过10年的土建，所以看到他们感觉还是很亲切。老师傅，你好，能采访您一下吗？这堵车怎么堵的，你知道吧？你也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干活一天多少钱？5、6千我不走了，我可打算我也跟你在这儿干。一天500-600块钱，管饭吗？不管饭。不管饭。住呢？这住呢？在哪儿住？镇上。自己租房子吗？老板租的。老板租的。那还可以那你们早上几点上班？8点上班，中午到几点下班？中午12点，然后下午几点？12点下班，1点就上班了。几点下班了？6点。那你们这一天干几个小时？9个小时，9个，还可以还行。将就。刚才问了一下现在他们在这边干活的话，一天是500-600块钱，比我当初干活的我第一次出来打工的时候，就是也是在工地里边一天20，现在涨到了500-600，还可以就是有点辛苦，有点晒。挑战极寒，跨越5000公里，
大家好，我是大秃子。现在我在陕西的西安，接下来我的路程是一路向北，跨越5000里，一直到达咱们中国最冷的地方——内蒙古的根河。他们说那边最冷的时候能到达零下58度，然后我想去挑战一下子。总体来说，我感觉我的人是没有问题。现在让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辆老宝贝儿，因为我这辆车是一辆09年的金杯老海狮了，真是老海狮了啊！到现在已经14年了。刚才我在开车的路上，发动机的故障灯又亮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给你们看一眼啊。我先打着车啊。看到没有，兄弟们？现在我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亮起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一会儿的话，我打算去那个修车的地方借个扳子，把电瓶的电源给它断一下电，应该能把它消了。看它这个故障板还会不会再出。如果这个故障灯再亮，然后我再去修它。昨天晚上我开车的时候出现个什么问题？我这个车油门踩下去回不来了，一身毛病啊！后来我去修理厂去问了一下那个修车的师傅，人家告诉我说是油门的拉线冻住了。我说这个油门拉线为什么会冻住？他说如果说这个油门拉线里边进了水汽，外面天气太冷他说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说这些面包车是那些油门拉线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昨天晚上是坏了，但是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以后，天气回暖了，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然后我带你们看一下我车里边啊，车里边比较乱啊，兄弟们。这次去的话，我这个车上安装了一个柴暖啊，这个位置这是柴暖的出风口，我把油箱搁在这个位置了，这是柴暖的油箱，然后这个地方是我睡觉的地方，我带了2床被子，应该没有问题。另外呢，带了电瓶大小带了4个。电应该是够用的啊！别看我这辆车老啊，但是它的这个架构就是个跑车的架构。为什么说中置发动机后驱？懂得懂啊！给你们看看我的发动机在什么位置。看到没有？我的发动机是要把我的驾驶位的车座翻起来才能看见。我每天都是坐在发动机上开车，然后电瓶在这个位置啊。因为这边这个服务区，它这个维修站还没盖好，汽修站没盖好。现在我停的这个位置有好多大车，然后我去，能不能找个大车师傅借一个？师傅，能借您个扳子吗？这是拆电瓶的那个扳子，这个应该是个10个、12个的那种。哎，那个没有，没有那么小的，有10个的嘞。有10个的。这个的你要是电瓶的版就小。电瓶扳子是几个的？最少有12个的。
是吗？我记得是10个的，我记得好像我那个是10个的。小车。好找好拿吗？你那个棒子？在这个工具箱里边是吗？嗯。哎，这是11个的。反正不缺。哦，不全了是吧？我看这是多大？这是吗？这是几个的？没字了，您这个。没的。这个是多大的？看不出来。哎，这是10个的。我说前面那个面包车，我一会儿用完了，我给您拿过来，谢谢您啊。没等着啊。哎，好嘞，接了一个扳子。我看着像10个的。这个师傅应该是拉煤的，因为摸了一下，全是这个煤灰啊。山西这边跑大车的好多都是拉煤的。其实我们老家那边，像我堂哥之前也是跑大车，也是拉煤的。哎，可以用，没问题。我记得我这个是10个的。这2根线，这个黑线和这个红线，这2根额外接出来的，这是接我的那个负电瓶上面啊。这是平常生活用电，都是用直接接在我的主电瓶上面。先给它全车断电。如果说你们的车上面出现了故障码，用这个方法其实可以消除故障码的啊，就是全车断一下电，哎，断个几分钟，然后再把它安上。行了，等了有大概有10分钟，然后我再重新把它给它拧上。这个电瓶卡子啊，如果说你们要拆卸它，安装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给它安紧了，如果不安紧容易亏电，一定要给它卡紧。这是当初我在那个技校学修车的时候，老师傅跟我说的，教我们的老师傅跟我说的。试一把，钥匙在上面插着呢。嘿，没了，消了。怎么样，兄弟们？这个汽车的常识我还是稍微懂点了啊。OK 了，兄弟们，现在我这个车故障码也给它消了。如果以后再出现的话，我再去修理厂再用电脑检测吧。现在我就要出发了。其实其他的问题我都不怕，就怕这个车坏了给我扔路上了。好了，兄弟们，今天咱们的视频就拍到这儿。喜欢兔子的给兔子点个赞，点个关注。敬礼了。